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进入资本主义？不是历史教科书里说明代有资本主义萌芽吗？怎么就没有发展出真正的资本主义呢？进而又有很多人认为是满清入关中断了大明的资本主义发展，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好，我是陈无术，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这里，你将听到历史上的财经故事，理解财政、税收、货币、证券的来龙去脉，用财经史理解今天的现实。其实，满清入关根本没有中断江南的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到了清代依然是松江的棉布卖到全国，苏州的丝绸行销世界。可所有这些都没有导向工业革命。商业繁荣、雇佣劳动和手工业分工就能自动长出资本主义吗？今天我们要从一台纺车说起。这台机器能比普通纺车多纺2-3倍的纱，但它面前摆着的是一个更便宜的对手。这个对手是谁呢？我们先回到一个老问题，很多人上学的时候都听过中国明清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句话不是现在才有的，在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邓拓和吕振宇最先提出了类似的说法。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里写了一段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他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他说的这句话有可能吗？从那以后这个问题就成了中国史学界的5朵金花之一，一代又一代学者投入大量的精力，在明清的经济史料里寻找城市繁荣、雇佣劳动、商业资本有关的资料。他们做这些就是要证明，在帝国主义的炮舰到来之前，中国也可以自己发展出资本主义。这样的做法本质就是预设一个结论，我们中国不差，是帝国主义入侵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然后再找材料来证明自己预设的结论。这些学者一方面是研究问题的逻辑错了，立场先行，这样是要不得的。另一方面是一些基础概念都没有搞清楚。什么叫资本主义？毛泽东只学了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皮毛，对真正的经济学更是一窍不通，毫不沾边，就自顾自地在颅内臆想出一个资本主义的概念出来了。直到21世纪，终于有学者指出了房间里的大象。中国学者还没搞清楚什么叫资本主义，又何来资本主义萌芽呢？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位于人类经济生活最顶层，以垄断和反市场为核心的特权体系。这里就有一点反直觉因为很多人都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放在一起，但是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的。按照布罗代尔的观点，人类的经济活动划分为3个层次。资本主义是最顶层的，它是少数人的特权领域，由远距离贸易、高级金融和跨国的商行构成。这个领域的参与者拥有巨额资本和信息优势，能够摆脱普通市场的竞争束缚。市场经济是中层的，包括公开、透明而且充满竞争的常态化贸易，例如城市的集市、地方作坊生产。最底层的是物质生活，它是日常活动，包括自给自足的农业、家务劳动和局部的物交换。马克思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行为模式是通过持续的理性的资本投入，不断追求新的利润。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创造性破坏。根据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就可以重新考察明代江南的经济繁荣，究竟跟资本主义有几分相似呢？明代中后期，在南直隶的松江府，一个5口之家，夫妻带着老人和孩子，白天男人下地，女人也下地，到了晚上，老母亲坐在手摇纺车前，
小女儿在旁边学着手搓棉条，妻子在脚踏织机上赶一匹明天要交给布商的货。一家人从早忙到晚，一天能织出一匹布，换100文钱。这个农户种的不是自己吃的稻米，而是拿去卖钱的棉花。他们纺纱织布是为了去市场上换米，这很类似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描述过的那种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的扩大，分工变得细化，交换增加，每个人只做自己擅长的事，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会得到提升。明代江南确实在走这条路，松江种棉织布，苏州、湖州养蚕织丝，各地之间靠着密如蛛网的水路，把原料和成品来回运输。看上去这一切和欧洲工业革命前夕的农村工业，这个在经济史里叫原始工业化，非常像。农村家庭广泛参与手工业，商人活跃地收购产品，还有大量名义上的雇佣关系。但这当中还是会有细微的差别。在欧洲的原始工业化里，商人会深入生产过程，他们先把原材料赊给农户，控制产品质量，规定交货的时间，有时候甚至还提供生产工具。农户呢，慢慢变成实质上的计件工人，只是暂时还在自己家里干活。而中国商人在江南做的则是另外一件事，他们收购成品，但不控制生产。松江的农户和商人之间更接近交换，而不是出卖劳动力。商人给农户棉花，农户交回棉布，但是由农户自己来决定家里怎么分工，用什么技术织布。同样的，即使是雇佣雇工的机户，本质也还是户，是家庭生产，而非工厂企业。所以中国江南手工业的生产单元始终是家庭，资本没有接管生产过程。除了生产和交易过程的不同，还有土地制度的不同。虽然明代后期土地兼并很严重，但依然还有大量的自耕农存在，并且即使有农民穷到卖地，他往往也会想办法再买回来一些。拥有土地是每一个中国农民的终极理想。这跟英国很不一样，英国采取长子继承制，只有长子才能继承家庭的全部土地，其他子女永远不会有土地。工业革命之前还有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又让一些农民失去土地。因此，英国产生了一个完全没有土地，也从没有指望过能拥有土地的无产阶级，他们只能出卖劳动力。反观中国江南的大量农户，在经济学上只能称为半无产者，他们既给市场干活，又没有完全脱离土地。另外，还有市场主体的社会基础不同。欧洲的资本主义是在市场经济之上建立的，商业资产阶级最终独立并且掌握了主导权。而在中国，庞大繁荣的市场经济却最终与传统士绅社会紧密交织在一起。晚明成功的商人纷纷将利润投入购买土地，培养子弟科举，以求跻身士绅阶层。而传统的士绅也开始经商，以增加财富，两者融合成为一个强大的精英利益共同体，从而完美地消化了商业繁荣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动力，也就根本不会孕育出欧洲那种独立且具有颠覆性的工业资产阶级。江南这套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不是偶然形成的，它的背后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我们来看农户是怎么做决策的。当农户决定把种粮食改为种棉花，是因为棉花卖的钱比水稻多，但是棉花比水稻更耗人工，收获了棉花之后还要进行下一步的繁杂工序。农户要把家里能用的劳动力全拉过来，妻子、老人、孩子，每个人都得做一道工序。这个时候家庭的总收入似乎是增加了，但是你要是算一算每一个劳动力的单位报酬，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下降的。黄宗智将这种情况总结为，农户在务农所得不足养家活口的压力之下，将无别处可用的家庭辅助劳动力投入家庭工业。对他们来说，只要净收入大于0，就值得去干。老人纺纱，小孩搓棉条，他们的劳动几乎是零成本的，不干这个，他们也没有别的事做。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传统小农经济中，人首先是家庭的角色，老人、妇女、儿童都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家庭生计链上的劳动力。
一个人有没有价值，往往取决于他能否为家庭延续、家计维持和伦理责任提供贡献。这种文化到今天也能看到啊，比如说中国式催婚，就是父母认识不到子女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生价值，而依然把子女当作延续所谓家庭责任的工具。而这个所谓的责任，甚至根本不是客观存在，而是父母自己臆想出来的。也就是说，把人工具化，既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所以，只要一个人的时间不能在外部市场卖出价格，他在家庭内部就可能被当作免费资源使用。在一个劳动力几乎不要钱的世界里，人还有节省劳动力的动力吗？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聊一聊之前提到过的脚踏三定纺车。这是由元代黄道婆在单定手摇纺车基础上改进发明的脚踏纺织机，因为它可以同时纺3根纱，效率为单定纺纱机的3倍。但是三定纺车有一个条件，它需要体力较强的人来操作，劳动强度比手摇纺车大得多。换句话说，这个工具更适合壮年劳动力，而不适合老人和小孩。在一家农户里，如果让妻子一个人用三定纺车，效率是高了，但老母亲和小女儿就闲下来了。如果让老母亲用小纺车，让小女儿搓棉条，让妻子织布，3个人各干各的，一天下来，全家总产出反而更多。如果在欧洲啊，也许这就会促使人们琢磨怎么引进替代动力，更好地发挥三定纺车的高效。但是在中国，这反而促使家庭放弃更先进的三定纺车，回归落后的单定纺车。很多人以为技术升级的动力来自更好用，但实际上往往来自更省钱。英国的珍妮纺织机之所以被广泛采用，不是因为英国人比中国人更聪明或者更喜欢机器，而是因为英国的老板雇佣工人要花钱，能用机器就可以省掉一个人。而在江南的农家院落里，劳动力不是雇来的，是自家的，你不需要给他们发工资，不需要交社保，不需要考虑加班费。一台机器再便宜，也没法跟一个不要钱的人比。澳大利亚经济史学家伊茂可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的概念。他的意思是，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精巧、非常成熟的水平，但是这种精巧恰巧就变成了陷阱。当市场需求上升时，生产者不需要去发明机器，他只需要把家里更多闲散人手拉进来就行。当需求下降时，这些多余的人手退回农业，不会饿死，他们不会变成失业工人堆在城里，不会形成催促技术变革的社会压力。这是一种成功的社会形态，它太成功了，成功到不需要改变。黄宗治把这种模式叫做过密型增长，英文是 evolutional growth， 后来中文翻译成了熟悉的内卷。什么叫过密型增长？就是总产量在涨，总交易额在涨，市场看起来越来越热闹，但实际上分配到人均的劳动生产率和所得并没有增加，甚至是下降的。是不是跟今天的中国很像呢？在明清江南，增长一直在发生，但是发展却没有来。黄宗治在研究20世纪中国农村时注意到，内卷化在1949年以后的集体化时期并没有消失，而是换了一种形态。大量劳动力被组织进生产，但每个人手上的工具和单位产出效率依然是不变，或者甚至降低了。他称之为集体化内卷。如果一个经济体系里的劳动力长期比机器便宜，资本每一次算账都会选让人去劳动。一直到今天的中国，很多行业依然是选择让人996，而不是选择技术创新。一个长期依赖低成本人力运转的系统，会彻底失去技术创新的动力。这100多年来，真正改变了生产方式的创新，从蒸汽机到电力，到半导体，到互联网，没有一个是靠把人用到极限换来的。他们的共同前提恰恰是人力不便宜。只有当雇一个人越来越贵的时候，替代人的机器才有人买单，提高效率的制度才有人推动，允许失败的组织才有人去构建。明清江南那间农家小院，最后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历史结论，而是一个历史提醒。繁荣和发展是2件事。一个社会可以很热闹，很有秩序，但如果每一次算账，人都排在机器的前面，那这种繁荣底下就没有
真正的发展。我们回到江南的那间农家，天黑了，灯还没有熄。老太太坐在纺车前，一圈一圈地转，小女儿在旁边打盹，手里还捏着一团没有搓完的棉条。妻子在织机上踩了一整天，明天布商要来收货，布会卖出去，家里就能买米，一切都运转得很好，很稳定，很熟练。100年后，还是这间屋，还是这台车，还是这些手，但是坐在纺车前的人，生活没有变。